2026年1月6日为止，距离美军发动绝对信心军事行动，将马杜罗夫妇强行掳至纽约受审一事，也就过去了4天时间而已。然而，经过这短短几天时间，美军突袭委内瑞拉一事带来的连锁效应已经遍布全球，各路诸侯不约而同动起了效法美国的歪心思。比如，俄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对外表示，既然美国可以针对别国领导人开展绑架行动，那么俄罗斯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也对欧洲来上一次突然袭击。比如，德国总理默茨就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绑架的对象。虽然结合当下背景，梅德韦杰夫此次口无遮拦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证明美军针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不合法本质，但他的言论仍旧遭到了德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当地时间1月4日，梅德韦杰夫前脚发出言论，后脚德国人的反对便接踵而至。彼时，德政府副发言人希尔回应称，这是俄罗斯对欧洲安全赤裸裸的威胁。他代表德国强烈谴责梅德韦杰夫极不负责任的言论。在俄欧关系本就剑拔弩张的当下，不得不说，俄德高层的唇枪舌剑又为这两方势力增添了一笔新仇。这么来看，俄乌迟迟不能停火议和，开了个坏头的特朗普政府可谓难辞其咎。再比如，相比于尚停留在放狠话阶段的俄德两国，英法的动作还更激进，他们已经有样学样，效法美国开始动手了。伦敦时间1月3日，英国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英国皇家空军联合法国战斗机部队出动台风战机，投下制式导弹，轰炸了一处位于叙利亚境内疑似伊斯兰极端组织用来藏匿武器弹药的军火库。然而，从事后披露的种种细节来看，所谓打击极端组织只是英法此番联合军事行动的借口，在英国公布的所谓战报中更是充斥着春秋笔法和避重就轻的表述。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从行动性质来看，这次的轰炸与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可谓异曲同工。简单来说，就是绕过国际法，直接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因此，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明晃晃的入侵行动。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打击极端分子只是借口，那么英法联军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要想搞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结合叙利亚当前局势的3大背景进行综合分析。第一，过去数年时间里，叙利亚的内部势力可谓错综复杂，仅仅是明面上的势力就有受到土耳其扶持、代表逊尼派利益的朱拉尼，以前总统巴沙尔为代表，与俄罗斯立场一致的阿拉维派，还有以色列、美国支持的德鲁兹派，以及英法通过经济援助、文化交流维持的基督教社群武装势力。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截至目前为止，有2方势力逐渐淡出了叙利亚核心利益的角逐。一个是俄罗斯阿萨德政权的大败亏输，让他们在叙利亚再无立足之地；另一个则是美国。随着2025年12月战略文件的发布，特朗普民政府明确了退回西半球的战略远景目标，他们对中东地区，包括叙利亚地区的掌控势必会一再削弱。第三，美俄退场之后，叙利亚出现了急需填补的权力真空。朱拉尼政权背后的土耳其和英法这2股势力都有取代美俄，成为叙利亚乱局旗手的野心。而此次英法突然动手的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了。土耳其想要借着叙利亚权力真空的现实，实现其一直以来扩张做大的战略目的，而英法又不愿意放弃己方势力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在叙利亚投资的真金白银。因此，归根结底，引发这次联合空袭的实际上是土耳其和英法之间的利益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个结论还有一个基于现实的强力佐证。简单来说，就是英法这次出动空军轰炸的地区被叫做帕尔米拉，正是朱拉尼所掌控的区域之一。因此，叙利亚这次确实要变天了。英法和土耳其之间的博弈似乎将在未来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旋律。偷袭委内瑞拉得手后，
被绑架的马杜罗还在被董王游街示众，而美防长赫格塞斯却突然发出暗示，说美军做好了与中国开战的一切准备。美国这次看起来有些无厘头的举动，到底该如何解释呢？难道美国真的是不要命了吗？根据媒体的报道，绑架马杜罗后48小时，当地时间1月5日，美防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发表了带有极强战争挑衅色彩的演讲。而在这场演讲当中，彻底上头的赫格塞斯当即大肆鼓吹各种所谓的丰功伟绩，又是说美国已经强大，又说美国的威慑力回来了，话里话外都是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但总结下来，无外乎就是2点。第一点，赫格塞斯认为美国入侵委内瑞拉的举动是美国用实力捍卫和平的真实体现，让任何敌人都不敢对美国的利益发起挑战。美国军事力量的唯一使命就是要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具杀伤力的作战力量，谁要是入侵美国，必将遭到美国的打击。第二点，赫格塞斯表示，中方正在汲取美国的失败教训，全力以赴地发展军备，尤其是中方的造船行业正在尽全力超过美国，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在表面上寻求和中方的友好关系，同时做好万全准备，迎战中方挑战。由于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是美国国内唯一的造船厂，赫格塞斯此番在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前表态，不仅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也是在给国内民众一个美国正在王者归来的大饼。而且细品赫格塞斯的话，我们不难看出，意图让各类船厂全力以赴建造美军舰艇，打造出一支能维持霸权的海军，和中方展开正面的海上较量。那么从宏观角度看，美防长的这番表态又该如何分析解读呢？其实无外乎就是2个方向。赫格塞斯的话对内是说给特朗普听，用来吹牛的。众所周知，如今的美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怪圈当中。特朗普本人非常好大喜功，喜欢把各类事情的功劳，不管是主要功劳还是次要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而为了体察圣心，白宫的一众高层们也是放下尊严，每每发言必称特朗普如何英明神武，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叙事逻辑如何高瞻远瞩。说白了，就是在吹捧特朗普。而且特朗普的好大喜功不仅表现在嘴上，实际行动也力求赢到极致。就比如美国海军要新建造20艘战列舰，特朗普就将其称之为特朗普级。但问题在于，他的举动放眼美国历史都算得上是第一次。即便是为2战做出重大贡献的罗斯福，都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某款武器装备。特朗普的膨胀心态由此可见一斑。第二点是说给我们听的，但话里话外却体现出美国的自卑。虽然赫格塞斯此次的演讲内容几乎没什么靠谱的，但有一句话他倒是真说对了：美国在造船业正被中方快速赶超，或者说在中国强大的造船业面前，美国根本就没有扳手腕的资格。中方的造船业强大到了什么程度呢？这点不要说美国了，全世界心里都很清楚。如今的我们在短时间内凭借模块化建造，各舰艇分段同步建造，在集中总装后下水的模式，使得我们在短短数年间便手握25艘 052D 驱逐舰、16艘055驱逐舰、3艘航空母舰、4艘2栖攻击舰和8艘船坞登陆舰。这种独属于我们的中国速度是美国想学也学不来的。反观美国，其航母建造厂只有1个，在战时根本没法大规模开工建造航空母舰，而中方具备航母建造能力的造船厂至少有2个，包括沪东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一次建造2艘大型航空母舰。随着003福建舰的下水服役，我们的004型航母的身影已经是若隐若现。可以说，美国在2战时期引以为豪的造船技术已经彻底被中方反超。除了强大的造船能力，中国军工乃至重工业体现出的实力也是美国比不了的。就拿空军力量来说，我方各类航空工业产能持续攀升，在战斗机、预警机层面
不断根据战术需求研发升级。仅仅是歼201款战机就拥有升级版的歼20A 和双座版的歼20S 出自之外，我们的6代机歼36和歼50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事实证明，我们军力之所以强大，和我们的硬核国力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工业已经走向了空心化，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美国想要在军工上和中方叫板，已经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哪怕我的政府垮台，法国面临的问题依然会存在。在新任投票前，贝鲁在国会演讲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议会理解支持政府。但法国的反对党议员显然并不买账，这让贝鲁为推动预算法案主动发起的豪赌，最终以194票支持、364票反对惨败收场。贝鲁随后按照宪法规定向马克龙提交辞呈。接受贝鲁的辞呈后，马克龙任命防长勒克尔尼接替贝鲁，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理。这是自马克龙第2次上台以来所任命的第5位总理，也是自2024年以来的第4次总理换人。如此频繁的政府换届，看起来像极了被戴高乐严厉批评法兰西第4共和国。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面临重建政府的重大问题。由于第3共和国在2战中的糟糕表现，法国民众一致反对重建第3共和国。但对于未来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却没有达成共识。当时在法国最有名望的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力主建立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共和国，以最大程度发挥政府的治理能力。但戴高乐在议会当中没有根基，而议会各党派显然不会乐见戴高乐大权独揽，以议会更能体系民意为由，坚持认为法国应当采用议会制。由于法国刚刚经历过维系法国的法西斯统治，民众对加强政府权力存在下意识的抵触，最终议会派占据了优势。1946年10月，法国公民投票通过了主张两院制和议会制的新宪法草案，法兰西第4共和国就此成立。早在第4共和国成立之前，戴高乐将军就指出，第4共和国的制度必然会导致政治动荡，这会使得政府在应对内政外交问题时缺乏应有的强硬和决断。事情的发展也果如戴高乐将军所料，在议会政治的模式下，各党派在议会中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政府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会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并因此垮台。在这样的情况下，第4共和国政府为了免遭议会攻击，往往选择尽可能的回避问题。别说是基础建设、社会福利这些需要长期见效的问题被挤压，就连在面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这些亟待处理的问题时，也有的是政府选择鸵鸟政策。然而，问题不会因为政府的回避而消失，反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发酵，引发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最终政府还是会因处置不力遭到攻击垮台。就这样，法兰西第4共和国以平均半年一届的速度不断地更换政府，可以说政府还没来得及梳理清楚国家情况就该下台了。更加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内有国家被2战摧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外有旧殖民体系濒临崩溃，欧洲沦为美苏冷战前线。法国政府在如此关键时刻的不作为，让法国迅速丧失了大国地位，沦为美国的2流伙伴。法国民众对第4共和国的无能十分不满，开始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戴高乐重回政坛，开始按自己的想法来改造法国政府。戴高乐本就主张集权，又有第4共和国失败的教训，在设计第5共和国制度时想了不少办法维持政府稳定。为了防止议会的掣肘，新宪法不仅规定总统可以将重要法案直接提交全民公决，更是赋予了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利。如此一来，虽然政府依旧要面对议会党派冲突的劫难，但是有了实权总统在背后撑腰，底气较之前充足了不少，总算能够开始干活了。并且哪怕是多做多错，第5共和国的总理平均任期也达到了 2.5 年，不像第4共和国时期那样频繁更替。有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法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迅速重回正轨。在1959年到1974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 5.7%，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日本。在殖民地问题上，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顺应民族独立浪潮，以同意殖民地独立为条件，换取法国能够尽可能维持其在殖民地的影响力。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戴高乐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退出美国主导的北约，与社会主义缓和关系，并审时度势地在反共反苏关键议题上配合美国，换取美国对法国脱离控制的宽容。鉴于法国自身的国力远不及美苏，戴高乐为了在面对美苏时有发声的底气，选择团结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积极推动由法德共同主导的欧洲一体化。
为此，戴高乐不惜放下法德世仇，于1963年与德国签署了全面和解合作的埃里舍条约，奠定了西欧法德轴心的基石。凭借这一系列极限操作，法国成功在美苏的防范打压之下，重建了自身的大国地位。然而，随着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法国的平衡术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另一边，美国在苏联这个最大的对手倒下之后，怎么看有一体化趋势的欧洲怎么不顺眼，万分警惕欧洲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偏偏欧洲也不懂得韬光养晦的道理，积极地推出欧元对抗美元霸权，这自然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为了打击欧洲，美国抛开联合国的决议，强行带领北约下场科索沃战争。欧洲满心以为美国是为了反共和压缩俄罗斯势力范围，还积极地陪着美国一起下场，殊不知自己才是美国这场战争最主要的针对对象。战争开打后，欧洲的地缘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不出意外地出现了大规模资本跑路现象，欧元的价格迅速跳水。刚一出炉就遭遇这般剧烈的汇率波动，令欧元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彻底丧失了挑战美元的能力。更加可笑的是，欧洲付出这样的巨大的经济代价，却也没能达成将俄罗斯挤出南欧的政治目标，导致这一政治失败的原因也相当耐人寻味。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俄罗斯抢先北约一步，占领了普利什蒂纳国际机场，迫使北约接受了俄罗斯在科索沃地区的存在。俄罗斯部队的规模仅为200人，却能顺利突破波黑边境美军的防线，抢在北约之前抵达机场，还能在机场守卫战中挡住兵力数十倍于自身的英军，成功迫使北约接受俄罗斯的条件。这显然不太符合正常的军事逻辑，更像是美国和英国在暗中配合。就这样，欧洲在这场战争中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却付出了欧元和欧洲经济的代价，还要面临因战争导致的难民冲击。更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就此停手，在这之后有事没事就要坑一坑欧洲。美国军工复合体急着找地方捞钱，首选在中东挑起战争，给欧洲送去难民危机。美国华尔街玩金融玩崩，要转嫁其他国家，给欧洲造成债务危机。美国因中美竞争意识到去工业化危害，主导工业回流，也是先吸收欧洲的工业。在美国的不断坑害下，欧洲经济自2008年以来便停滞不前，考虑到通胀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在衰退。法国作为欧陆核心国家，自然也不例外。面对美国的坑害，法国政府口头上不满，却没能做出任何有效的应对。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政治氛围的分化和极化，传统上占据政治主流的中间派因应对危机不利，招致了民众的不满。生活水平的下降也使得民众期望改变，极左翼和极右翼的声音越来越受到欢迎。2022年法国大选，总统所在的中间派首次丧失了绝对多数地位，仅获得了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的245席，政府重新开始受到议会反对派的掣肘。马克龙想要摆脱困境，重回绝对多数时的畅快。于是，在2024年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大胜之后，马克龙动用总统权力解散议会重新选举。马克龙以为以欧洲对极右翼的警惕，在看到极右翼崛起之后，会有极右选民转投中间派，让中间派重新获得绝对多数地位。然而，第一轮选举的结果狠狠打了马克龙的脸，极右翼获得了 33% 的选票，远超极左翼的 28.5% 和中间派的 22%。为了狙击极右，马克龙不得不与极左联合，约定同选区中排名靠后的候选人主动退选，无论如何不能让极右登台。靠着这样的方式，法国总算压下了极右翼的势头。在第二轮选举过后，极右翼仅获得了143个议会席位，低于左翼联盟的182席和中间派联盟的163席。但如此一来，总统所在的中间派连相对多数都不是了，法国政府的政策推行也因此变得愈发困难。尤其是此时法国的财政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已经容不得任何拖延，法国政府不得不去尝试开源节流。这种涉及到钱的议题必然会引发利益相关方的不满，无论政府如何决策，都会遭到左右翼的联合攻击。于是，在接下来的1年多时间里，法国接连报废了2任总理。算上在2024年1月同样因为养老金改革而辞职的博尔内，和在2024年7月为议会选举负责引咎下台的阿尔塔，法国在短短2年之内已经换上第5位新总理。这种政府换届速度比之第4共和国时期也是不遑多让。戴高乐极力想要避免的政治动荡危机，还是不幸在第5共和国重演。